们就是弄到很晚，一下课就抢场地，整个操场是爆满的状态。今天是我们闲聊系列的第1集，这支影片主要会分享我高中时期的军歌比赛，会以我的经验做说明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分为比赛前、比赛当天还有比赛后。比赛前的准备分为3大项，第一个就是准备挑歌，还有规划整场表演的内容。准备挑歌的部分就是从大家熟悉的歌曲里面开始去做选择。如果班上有那种不是很常听歌的或是不熟悉军歌的人，他们就不知道说要选什么歌，然后他们可能歌词也记不起来，所以从大家熟悉的歌曲会比较好下手。那再来是内容的部分，那内容除了军歌以外，还有一些什么学校的宗旨、班呼或是科呼之类的。那什么是班呼跟科呼呢？科呼就是每一个科系都会有自己的口号，那通常这种口号的部分都是学长姐们就已经流传下来的，但是班呼的部分就不一样。班呼就是这个班级的代表口号，才刚第一次踏入高中的同学们，才刚认识大家不久，大家都没有什么彼此的熟悉度，对，所以就是非常尴尬。那这个班呼的部分就会想得比较久，9月份开学嘛，那军歌比赛通常都是在大概10月、11月左右，所以大概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，你要在这3个月的时间想出自己的班呼。要说简单也不简单，要说困难也不困难，因为通常口号啊，大概就是几句话，可能4句话就完成之类的。4科已经有自己影视科的科呼，那班呼这个部分，我们那时候是想了4句话。那这4句话，我们一直在想说，已经想出来了，可是就是哪里怪怪的。后来我们某一堂课的那个科上的老师，他就走进来，我们就刚好问他说，老师，你觉得我们这4句话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的？然后他就看了看之后，他就觉得说，这第4句话的这一个字，如果替换成别的字，是不是就会比较好一点？我们就真的照他的话去换了这个字，然后换了之后就觉得，有换有差，没有换真的是觉得真的很怪，就是可能如果只是一个就怎么样，我们原本是改成什么什么样，要怎么样，然后老师就说你可以把要这个字改成就会变得比较强而有力。那时候想班呼的一个回忆。第二个是队伍队形，是整个队伍的编排流程。你想好了以上这些班呼啦、科呼啦，跟你军歌要唱的歌曲以外，再来就是要编排队形。通常编排队形的这个时间花了所有的制作期最久的，因为编排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事情，是整班的事情。这个班级大概都有30个，全部的脚步动作全部都要一致，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。我们那时候为了军歌比赛，就是每天，也不是说每天，就是大概1个礼拜5天上课，大概有2到3天的时间。放学5点的时候呢，不是搭校车回家，我们是要在操场上面集合。就可能今天说5点下课，可能给你半个小时吃点东西，5点半或者是6点就要到操场集合。那时候真的是大家基本上除了在教室度过以外，还要在操场度过。而且那时候一定会有人为了军歌比赛这件事情，一下课就抢场地，一定会有，就像你以前高中那种男生一下课抢篮球场的那个场地是一样的。而且这个比较不同的是，因为军歌比赛是所有高1、高2的学生都要，所以整个操场是爆满的状态，你一定要提早下去，你才有办法抢到那个最好的位置。我们那时候在编排这整个流程呢，就是可能编排从下午编排，然后一直编排到晚上，我们就是弄到很晚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还没有准备好，你也还没有一个结果，今天没有进度的东西，你不可能就说什么我就要提早下课下班啊什么，没有这种事情。就是因为毕竟是大家是一体，我们就是要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做完，我们才可以一起解散。留过最晚的就是可能5点半或是6点，我们就是编排到很晚，到晚上9点我们才解散这样子。那时候真的是超晚的。一定会有人讲说为什么军歌比赛要弄到那么晚？也没有办法，因为你想要赶快把这件事情弄好，那可能你在编排的过程中，有些人的动作比较慢，有些人的动作比较快，所以就会产生了你的步伐不一致。有些人可能
左右脚踩嘛，就是可能左右，然后有些人比较慢，他的左右就会比别人大概慢了1拍左右，那慢了1拍，脚步就不一样，就得重来。第3个就是妆法的部分，妆法的部分不是说随便弄一弄就好，妆法这部分可以看得出来你对这场比赛有没有用心，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说，哦，前面2项做好就好啦，我可能就是选好军歌啊，排好队形整齐，看起来步伐一致，没有什么任何出错，音量够大就好了。可是比较不一样的科系，就是那种有些人是读表演系啦，那有些人可能是舞蹈系的，或者是美容系的，他们就会比较着重在于你的整体的妆法、妆容啊，你的头发还有你的服装上面，他们会去做一些变化。那也是有很多班级不化妆不弄妆法干嘛的，就是直接这样子穿着校服上去比赛的也是有。我们科系我们妆法的部分基本上大家都是要一致，要先统一你们是要在脸上做什么一些变化啦，我们头发要绑成什么样子啦，还有我们的服装要穿什么样子，这些全部都要决定。然后我们总共经历了2次军歌比赛，我们高1跟高2的军歌比赛的妆容妆法都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第1次高中军歌比赛的妆容是我们要上完底妆之后，然后在我们脸颊这2块就是涂上那种大红色的口红腮红，就是你可以想到那种你可能上完底妆，然后上完底妆不是会脸比较白一点吗？一些什么遮瑕或者是腮红的状态，然后那时候脸上就要画2颗大红色腮红。我们的衣服要穿系上的那种黄色的那种科服，我印象中好像是绑辫子，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好笑的。同样的妆容，同样的发型套在不同的人身上，你就会看得出来说，哦，有些人适合，有些人不适合，然后有些人就会变得很好笑。那个事情应该说那个影片其实到现在都还有，不是会点进去看，然后但是就觉得很好笑。第2次的军歌比赛的整体的妆容妆法就真的比较好，毕竟是同台的部分，所以你就会想说，哦，我要跟大家一致还是什么。所以那时候大家在绑辫子的时候，我看到每个人的辫子都是那种细细的一条，就觉得哇好羡慕，他的辫子都是这么细这么好看。可是我的不是，因为我本身的头发发量就很多，所以我绑起来就不是那种一般大家看到那种什么细细的辫子，我绑下去就是很像一整坨的麻花卷。我同学就跟我讲说，你的头发是有打薄过吗？不然我还是没有打薄过，因为你的头发我绑起来就是一整坨，怎么办？看起来就很不像辫子。虽然他在帮我绑，我没有看到，但是我用摸的可以摸得出来那个麻花卷跟一般辫子的不一样的感觉。也没有办法，因为你头发发量本来就很多，你也不可能把它剪掉来干嘛，剪掉说不定还长出来。高1的服装我是觉得还好，但是高2的服装我们就做得还不错，我觉得蛮好。高1可以透过这样的比赛就让大家知道说，哦，我们的团队应该要怎么做。因为在军歌比赛通常这种学校的比赛都一定会有一个 leader 出来领导大家，那这个 leader 真的非常的重要。应该说他除了要管理好这整个活动的内容流程啊，跟引导大家要怎么往好的方向去走以外，有的时候你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已经很不耐烦，就是情绪比较暴躁的同学，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为什么不会？可是其实说真的，真的有人不会，那我们要怎么去从中做一些协调啦，要去怎么安慰同学，要怎么去带领好这个团队，我觉得非常的重要。3点里面最困难的点就是第2点，排队形要编排很久，而且花的时间比较多，大家的情绪难免都会有一些起伏变化，但是你可以从这个比赛的过程，你可以知道说，哦，我应该要怎么做，哦，原来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，他们的看法是这样子，他们觉得应该要怎么样，这些都是你可以从团队中获得的知识跟获得的经验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哦，如果你的经验跟我不同，或者是有什么想要补充的话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。下一期影片要讲的是军歌比赛前的状况跟比赛中后的情况，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帮我点赞分享，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哦，拜拜。